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我们的频道，一起来欣赏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今天5月17号的中午12点钟呢，我们持续在南投县的南投国中为大家送上的是桌球第2天的赛程。但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几位在今年即将前往巴黎参加帕运的国手们。但在今天呢，同时也会有过去的国手获得奖牌的选手们来参加今年的全障运。那今天的转播工作呢，持续由我李秉敬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王立忠义以及台亚卫星的制播团队来为您服务。球评你好。主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当然了，在今天呢，我们包括了在男子、女子的部分呢，都是转播单打的项目。那在明天的部分呢，就会是由这个双打的项目要来登场啊。在今天男子的单打，待会就可以看到过去代表台湾呢前往这个帕运来参赛的选手，那或者是在这个去年也曾经，或者是上一届也曾经参加过帕运的国手呢，都即将要登场。那今天我们的第一场比赛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 MS5就是这个轮椅组的第5级的选手，待会就要登场。那今天呢，有非常多的这个复赛，包括这个奖牌战都要登场，所以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服务。那当然，在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第一场比赛呢，是由来自台中市的张成浩要来面对，同样也是来自台中的林彦宏这是台中内战。那当然，张成浩是上一届东京帕运的国手，那林彦宏呢，他是更早16年的这个里约帕运的这个中华队的代表团的国手。那林彦宏呢，曾经在2000年跟16年这2届的帕运会呢，都帮台湾拿下过奖牌都拿下过这个团体的银牌。另外在世锦赛的部分，林彦宏也曾经在2017年的世锦赛拿下过团体的金牌。那另外在这个2022年的这个世锦赛在台北拿下个人单打的银牌，所以成绩是非常非常的亮眼的。没错。那按照他的生涯的成就各方面来讲的话，那算是真的非常的资深哦。在国际舞台的经验，或者是在国内的战场上，那绝对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个制胜的方针。对，当然林彦宏是非常资深的选手那年纪也66岁哇，真的还持续在这个球场上展现他的拼劲跟活力啊。那当然，张成浩我们刚刚提到他是在上一届的这个帕运有参加过这个比赛。那另外在亚帕运也是我们台湾的国手，他在2023年的台中帕拉桌球公开赛呢是拿下了男子团体的金牌，另外也曾经在2015年的罗马尼亚帕拉桌球公开赛拿下个人的金牌。好，那么等待2位选手进场这一场 MS5 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展开。那这边请教一下钟毅在昨天其实我们也看了一整天的比赛，当然有包括站立组或轮椅组，那甚至有一些是心智障碍组。那其实选手们
如果在这个身体的这个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之下，其实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技术是非常亮眼的。包括我们画面上看到的俊挺啊，昨天在最后的压轴的那场金牌战是表现得非常出色。没错当然他们身上只有一点点可能不太方便但是整个运动的能力，那或者是打球的这个内容，那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球技，其实跟你们过去你们在场上，但过去是台湾的国手，那其实实力也非常不错，他们这些选手。没错，那我们先撇除每位选手的不变性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在各分级的领域里面来讲，他们都可以依据他们自身的一些特色，或者是他们能够去更是发挥他们技术特点的部分，其实都是落实的蛮确实的。对，那像是轮椅组的一些选手，他们在自己的发球选择上，或者是在发球技术上，确实就是展现的非常不错的一些多变性跟旋转的一些内容。然后如果说像是站立组的选手，其实他们的对抗性或者是技战术啊，或者是多拍相持的强度过程，其实真的也都是拥有不错的球质啊。对所以这个台湾的桌球啊，确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水准啊！不管是在我们过去我们知道这个林云儒小林同学，或者是刚刚我们介绍的几位帕运的选手，都帮台湾在桌球场上是赢得非常多的奖牌。那当然现在场边场地要先做整理，那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马上回到比赛现场。
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那这一场 MS5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展开。来自台中的2位选手，包括了张成浩跟林彦宏，都是曾经代表台湾来参加国际的大型赛事。当然，林彦宏呢是2届奥运的团体银牌的得主分别在2000年跟2016年。那张成浩呢，则是去年杭州亚帕运的台湾代表团的国手。所以2位选手的实力都非常的坚强。那林彦宏今年已经是66岁了，持续在场上来争取最佳的荣誉包括在上一届的这个全障运呢，林彦宏也是在这个项目获得了银牌。2位选手进行赛前的热身。那当然，在上一届的全障运呢，最终获得金牌的是陈明志。那陈明志选手呢，也即将在今年的7月份代表台湾前往法国巴黎来参加这个帕奥。双方选手的持拍方式不同，然后采用攻击的策略也不太一样。像非常具有经验的林彦宏，他虽然是直式握拍的方式，但是他一面贴胶皮，一面是贴抑制性的长颗粒。OK。昨天的比赛其实中也提到了这个长颗的选手确实在旋转的部分呢，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会比较要有一点点时间来适应。对，其实因为很多参与帕运的选手，他们本身也有自己的工作，所以等于说他们在参与训练的时间本来就不多然后或者是说他们都是用下班之余或者是放假时间才进行更多的训练，所以在训练时数没有这么多的情况下，他们很多会选择用抑制性的胶皮去作为他们干扰对手的一个武器。是，像张成浩就是2面平面。好，张成浩的接发球出界1-1。发球直接得分了。这2个发球都造成林彦宏的接发失误对，因为双方在第一局的时候，也许比较多的是在于试探，或者是说让自己拿手的武器去赶快的去练手，熟悉自己手上的感觉。所以在第一局的时候，很多就是会尽可能的把自己的旋转或罚球的威胁性去做更大的加成。反手拉起来之后，一个快速的补板。目前4-2。可惜连续的2个反手劈场之后，衔接加压发生了挂网失误。结果张成浩的2个发球都没有把握住。没错，反手起板。在进攻端上，张成浩因为正反拍都是平面的方式做进攻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威胁性。所以等于说林彦宏在出拍或者是在落点控制上的时候，要显得更为谨慎。5-5，回到张成浩的发球，直接突击正手。对。这球一样，想要从正手开始做突破，然后用自己的反拍去做攻击可惜还是弧线再调整一下。结果这个反手下网了。好，林彦宏现在已经
哦，分数反超8-5。哇！虽然是面对对方的棋板，但是还是可以透过自己握拍的手势进行微调的加压。哇，确实真的非常有经验。目前比分在第一局6-9，张成浩还有一个发球分。哇，好球！虽然在出拍前有多少被压制到，但是还是刻意多等了一拍，找到自己舒服的进攻方式。哦，这球林彦宏把角度给带开来，顺利的收下分数10-7。目前在第一局拥有3个局点。这个正手给长了，直接出了界外，11-7，由林彦宏收下第一局，目前暂时1-0领先的张成浩。好，在第一局我们看到林彦宏是后来居上，以11-7抢下。来看看第二局的发展。我们从第一局转播到现在啊，其实我们可以慢慢仔细的观察，林彦宏之所以能够诱导出张成浩的一些非受迫性失误，或者是造成张成浩的一些麻烦困难度，最主要是他在换拍，利用手腕手指倒板换面的速度真的非常快。你看，如果说我们用颜色来观察的话，它的红色是平面，黑色是抑制性胶皮。他总是能够快速的去换拍，让对手猝不及防。那红面是平面进攻，吊高球，好球。这时候没有硬性的去发力，而是选择击球的侧步，用个巧妙的回击，打出一个更开的落点。结果我们看到在第二局。张成浩在前5分呢，他是拿下了4分。这个发球反而是张成浩没有把握住我直接发球得分，林彦宏目前2-5，直接发球去压制林彦宏那个张成浩的反手位，连续的进攻，哇，判断旋转正确，冒高了，哇，你看我们看到张成浩已经开始慢慢的适应林彦宏的这种多变的旋转了，是，这个多拍来回让张成浩拿下分数。对，一边出拍的同时，一边观察林彦宏的胶皮的颜色，来判断他的来球的特性。目前比分6-3。哇，发球自杀，又来到了中段，在第一局也是在中段的时候，让林彦宏去做一个逆转的动作。现在来到第二局的中段，必须要把分数守住哦。连续2分，对，哇，那现在这个分数的走势有点像是第一局啊，都是
林彦宏从开始的落后到现在追平。球旋转判断正确。其实张成浩在自己的反拍进攻，算是他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特点哦。所以等于说反手不管进不进，一定要敢于去使用，去让对手去害怕你这个进攻的威胁性。没错。哇，这个正手加压，还是顺利的收下了分数。被追平之后呢，张成浩再连拿2分回来。连续2球。哇，可惜我们刚刚看到张成浩这个反手啊，直接喷掉。那现在又是8比8。重下旋，直接压制底线。再仿效一颗。哇，对，因为前面林彦宏过来的旋转没那么强，所以第一拍是出界，第二拍的时候自己微调了扳机，所以等于旋转判断错误。哇，局前发力，机会球被林彦宏逮到，所以在第2局，哇，一路落后的林彦宏现在是拥有了局点啊。对，现在因为大会在报告哦，所以2位选手就稍微停了一下。哇，太关键的分数了，10比9，一个局点，林彦宏。这个时间也让双方思考一下彼此该使用的策略，以及去做对方可能会如何执行。好，第2局杀到 deuce。击长球。哦，守得非常的精彩。哇！其实我们过程中看到真的很不容易的是，张成浩还可以透过快速的移动，让自己的空间给让出来。好球！哇，张成浩啊，逮到机会啊！啊，直接打大板了。目前11比11。来看张成浩的发球。哇，挂网。中路追身，哇，这一球接的位置非常的刁钻啊，刚好越过了网带，所以第2局最终经过 deuce 之后呢，还是由林彦宏拿下。在这一场精彩的比赛呢，林彦宏已经是2比0领先了张成浩。好，来看第3局。好球，这个反手斜线。对，这场比赛张成浩的关键就是在他的反手这个攻击武器的掌握度哦。啊，可惜第2次想要再如法炮制啊，但是发生了失误。对，像林彦宏方面，他除了他的经验之外，在整体的变化、快速的换拍是他整体经验的体现。他另外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就是
当他在追分或者是连续得分的时候，他不会让对手有喘息的机会，他就会加快他的回合节奏，对，哇，不断的去逼迫对手。等于是他的得分爆发力是非常好对的。从第一局跟第二局都有看到他有办法，就是一口气连拿个3、4分的，甚至5分以上的一个得分哦。就是他开始得分的时候，他不会有很多的时间让对手去思考或者是喘息，就不断的去 push 上去，加快他的节奏。这球长短预判错误，反手发球啊，可惜想要趁势在最后一下去加强旋转但弹跳没有抓好。哇，反倒是林彦宏的发球又造成了张成浩接发上的困难。那现在比分6比3，对，又加快了节奏。对，这个高球呢又被林彦宏掌握了，真的经验非常的强啊。对，哇，66岁的年纪，2届的帕运这个台湾代表队的国手，同时也在这2届当中都帮台湾拿下了奖牌。对。在这个时候，张成浩也害怕说又连续的失分被林彦宏一波带走，所以尽快喊出了暂停。因为双方也都是来自台中市，所以等于说这场比赛也都只能独立作战，独立思考。改变了发球。发球之后的反手还是失误掉了，因为他发过来的旋转属于右侧旋，所以等于说林彦宏再把这个旋转还回去给他啊，连续2个都一样，给他反旋转回去。对，我也不用力，我也不改变旋转，我反而把这个难题还给你，你自己解，自己出了题目自己解。这分也是体现到我们前面印证的，如果需要高效的得分，张成浩的反手，他的命中率是一大罩门。如果命中率不够高的话，很容易就会没有办法体现他的特色。哇！结果这反而是林彦宏机会球没把握，已经掉开来了，那也形成了对方的帽高。5比9，关键的第3局。好，这一次的高球掌握。连续的进攻，这几分在出手选择就有刻意多等半拍。对，2分差的比赛来到了第3局，哇，剩下1分了。也是一样，多等了一下，你就可以把旋转看得更清楚。哇，可惜了，这个吊高球的时候也是具有强烈的下旋球，但是挥击只要节奏一慢的话，就被吃旋转喽。那现在林彦宏来到了赛末点，好球，哇，这个正手扫得非常的精彩。哇，连续的进攻，哇，到了后半段，张成浩的进攻火力又更加强了。哇，这2个正拍打的是干净利落。那现在张成浩在化解对方的赛末点之后呢，反而拥有局点，11比10。哇，这是有一点点幸运的成分的擦网进啊！还是一样不断的透过自己快速的换拍去诱惑对手。对，哇，那现在林彦宏又有另外一个赛末点的机会，11比12。
哇，这个反手出界林彦宏在第3局最终经过第5之后呢，还是13比11收下，3比0击败了张成浩，也恭喜这位资深的台湾国手林彦宏再度闯过这一关。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那紧接着为大家送上的是站立组的部分呢，这是 MS8 由来自台南市的陈明祥对上来自台北市的赖坤玉。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裁判老师都会先重新的丈量球网的高度是否合乎标准，那再清洁一下球桌，让选手们都在最好的状态下能够公平的竞技。好，两位选手进行赛前的热身。现在都已经来到了复赛阶段了，所以这个是淘汰赛，就看看谁能够持续来挺进。
啊，这一场比赛呢是男子 MS8的16强。那在站立组的这个8级的部分呢，就是选手在腿部有中度的障碍，或者是有中度的影响他们的持拍状况这是在8级的一个分级的内容。好，比赛正式开始。双方一样都是直板握法，但是使用的拍型不太一样，一个是日本式的直拍，一个是中国式的。等于说一个是方形，一个是圆形。但是相同的都是一样，在背面都有贴胶皮，以利于他们在失去平衡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有效的回击。突袭正手。好，一开始我们看到陈明祥先声夺人是连拿了4分。好，接着弹过去。双方都是在黑面的部分是贴颗粒的特性，只是一个是贴在正手位，一个贴在反手位哦。正手的进攻。从开局到现在，台南市的选手陈明祥不但透过自己的发球，直接去强行考验赖坤玉的正手接发球能力。对，哇，这个正手又是直接接喷掉了。目前比分1-7。哇，一个 lucky ball。对，即使没有 lucky ball 的话，我相信这一分线路的选择也可以直接打出一个制胜分。这个直线打得够刁钻。但是这个高桥呢，反倒是陈明祥没把握直接打下网。哇，一样想要直接压制赖坤玉的正手位，但我相信赖坤玉会马上在自己的意识准备下去做个调整。隔网运动就是如此哦，在隔网之间互相的猜测。当你有准备的时候，马上就变换我的线路。目前4-9。用颗粒过渡一板。哇，这时候确实在尾段的时候及时做到了调整，前面可能拍型太亮，所以当对方来球旋转不够的时候，很容易出界。压制反手，对，没错，果然也收到了效果。在第一局，陈明祥10-6，目前拥有4个局点。哇，还是往反手的方向做加压，所以在第一局最终是11-6。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来看第2局的比赛。
好，来看第2局的比赛。这球也非常聪明，没有硬性的去发力，对，而是先求稳，增加自己的旋转。而且拉到很深的位置拿下了分数。在第1局的时候，更多的是陈明翔透过自己的发球去直接得分，到了尾段的时候，而是适当的时机点去揣测或者是预判到对方可能的改变，然后去做一些线路的变化。就看一下第2局的时候，在台北市的选手赖坤玉会做如何的一些配套措施。可惜这个正手想要打得更凶一点，但是直接压在了网袋。这球也是在第1局很常见的，直接发球去往他的正手去考验。哇，好球！改变了发球站位，想要拉这一板正手，发生失误，3比4。在做发手的线路调整。这一球赖坤玉就有效的把旋转去做个有更强的摩擦。让陈明翔如果撞击太多的话，就会挂网。这球也及时在自己的正拍马上改变了拍型，取得了第2局的领先。对，那现在赖坤玉在第2局6比4。哇，这球正手没拉进。找到了起跳点，马上快速的加压。对，哇，这个点给的非常的不错，6比6，又平手。冒高，哇，机会没把握住，7比7。虽然第2拍回到了反拍位但是陈明翔执行的策略还是非常的坚持，找到机会就是突破赖坤玉的正拍，连续有3次的进攻选择，但是都没有成功的把弧线制造起来。接下来可能会试着去打稳哦。这一分再滚过去，8比10，赖坤玉面临对手的2个局点，先化解一个。哇，还是一样走正手。这个正手打到了板边，喷掉11比9，连下2局，目前已经来到2比0的天牌优势了。好，在前2局对于赖坤玉来讲不是没有机会尤其在第2局，其实比分非常的接近9比11。来看看赖坤玉在第3局能不能力挽狂澜。就像主播您提到的其实在前2局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赖坤玉他自己的命中率跟击球的模式都有不断的再去做修正。
接下来我们就看是陈明祥继续往他的正手去做突破，还是赖坤玉能够有效的及时调整，马上提高他的命中率。哇，失去重心。这一次的反手出界，比分1-2。这球想要把球发得更开，结果是没有掌握好，形成自己发球者直接失误哦。赖坤玉的发球，丢掉这一分之后2-3，还有一个发球分。哎，陈明祥同样也是打在了板边，2-4。这局第2颗的发球失误，这2次的失误都是球好心切哦，想要把落点跟旋转执行的更有威胁性。2分差的比赛，赖坤玉没有退路了。连续锁住了陈明祥的反手，再拿1分。这球在回击的时候拍形没有保持好，最后的仰角是把它立了起来，所以等于说接触到球质面积打滑。正拍的攻击，即使中路追身受到了压制，但还是透过自己的手上的感觉去把球打了回来。哇，你看强行在追分的时候，确实还是把这块肉给锁定住，没错，就是他的正拍。现在又追到了6-6平手了。哇，结果没进，逆转陈明祥。喊出了暂停。确实啊，已经是2局落后，那加上分数呢被反超的情况之下呢，先喊一个暂停，看看教练如何来交代。最后短短的1分钟的暂停，那看看赖坤玉能不能从这个落后1分的难关当中克服，那接着再来想，现在局数上是绝对落后。没错，我相信上来的时候绝对还是针对赖坤玉的正手去做突袭。上来是由赖坤玉发球，哇，这球掉高，对，反而是陈明祥自己没有打好啊。我们就来观察一下陈明祥这2分的发球的落点哦。这时候竟然是暂停完，第一个发球是选择走到了反拍位。哇，又是发球失误！哇，没想到再暂停回来，赖坤玉是连拿了3分，9-7。这球赖坤玉发完球要小心自己的正拍哦。对，如果没有办法强攻的话，其实可以选择再过渡1板。对，再周旋几板。
球这球挡回来了。其实刚刚陈明祥已经相中了正手的死角，确实也打到了，但是赖坤玉有所防备啊，不但是打了回去，同时也获得了分数，2个局点。这一球有一点点幸运的成分，插到了网袋，9比10，赖坤玉还有一个局点。这一球没有问题，赖坤玉在第2个局点把握住了11比9扳回城，不过依旧是由陈明祥2比1暂时领先。好，这场男单战力组第8集的16强大战，双方要进入到第4局。那刚刚在上一局赖坤玉顶住了压力啊，那面临陈明祥在原本领先的情况之下喊了暂停。那从暂停之后呢，逆转了比数最终还是以2分些微的优势抢下了在本场比赛他个人的第1局。这球幸运分弹过去。还是被压制到底线。对，接的位置很深哦。除了调整自己的拍型之外，赖坤玉确实也把击球的线路压得比较深，也是一样，把球线路确实都慢慢的调整，去给长，去压制陈明祥的一个重心站位。吊高还是压制，这3分都一样。赖坤玉在拿下第3局之后呢，到了第4局又是先声夺人。可惜这球回击过场出界，目前4比2，领先的还是赖坤玉。这球失去了重心，也被对方瞄准到正拍的空档，但还是全力一搏，把球打到了斜对角。往高，选择先过渡一板，对，正确的选择。即使对方吊高，先诱惑一个陷阱给你，但是还是非常冷静，先过渡一板。往高了，所以有掌握住，没有问题。陈明祥，中路追身，慢慢的，确实在正拍的命中率也很有效的提高了。对，那现在6比4，领先的是赖坤玉，而且回到自己的发球。现在的正手打的是相当有信心的。结果反倒是陈明祥自己的这手打丢了。在第4局，赖坤玉非常有机会杀到决胜局了。
哇，多拍的相持，这也是这场比赛唯一少见的多拍回合。双方也开始慢慢的尽量避免无效的发力哦。赖坤玉在第4局5个局点来看发球，结果陈明祥的正手过网，在第4局依旧是由赖坤玉以11-5收下，双方待会要打决胜的第5局。好，这场男单 MS8 级的战力组16强大战，双方要进入到第5局。好，第一个发球。赖坤玉直接造成了陈明祥的反手挂网。这时候想要击球的右侧，借由击球部位的不同，去打出更刁钻的落点。这球旋转预判错误，还是压制正手。是。对陈明祥来说，第3局真的是一个遗憾了。对，我已经非常接近终点了，但是最后一路没有把握住。好，到第5局，现在陈明祥暂时3-2，1分领先。不过发球的是赖坤玉。赖坤玉这边也确实的把自己的节奏放慢，每个回合的时候先调整好呼吸，调整好自己的节奏，再做出手哦。反拍进攻不发力，后面这2局赖坤玉选择都是尽量避免无效的发力，多打几个多拍回合，慢慢的跟对手去做对抗。哇，这发球啊，直接扫向了斜线。双方换边了，来到5分。发球直接得分了。暂停。双方水准伯仲之间呢，就是看如何在有效的解读比赛过程中去制定出更好的一个配合。像前面很明显，陈明祥就锁定了赖坤玉的正拍位，这个位置不断的去做突破、去做压制、去做考验。但到后面的时候，赖坤玉反而是把对方想要执行这个部分跟策略倒过来，变他一个攻击的注意力目标。在上一局啊，赖坤玉落后的情况之下喊了暂停，以完成逆转。那在第5局决胜局，目前陈明祥3-6落后，同样也喊出了暂停。我看看会不会有其他的剧本会发生呢？对。好，暂停回来，赖坤玉还有一个发球分，目前6-3。
4-6。哇，这球发完以后，想要重复落点去攻击赖坤玉的中路追身。哇，在这个紧要关头啊，千万要减少失误。8-4。哇，又是一个接发球喷掉，形成9-4。那赖坤玉再差2分啊，就能够完成输2赢3的逆转。但是这一球幸运分啊，先缓解一下这连续10分的一个窘境。不过这个反手过网之后呢，我们看到赖坤玉在本场比赛逼出了5个赛末点。这球虽然没进，但看得出来赖坤玉在直线的这个压制，非常大胆的想去做一个搏杀。还有，结果赖坤玉这个反手的加压还是顺利的取得分数，在先丢2局的情况之下，倒砍3局，以3-2击败了陈明祥，非常恭喜赖坤玉晋级到男单的8强。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
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那紧接着要为大家送上的是轮椅组4级的冠军战哦，这是女子组的部分啊，由新北市的卢碧春要对上屏东县的李雅珠哦，这场南北的对决。那当然卢碧春呢，观众朋友应该是蛮熟悉这位选手，她是在上一届东京的帕运代表台湾来出赛当时大家也说她是最强的桌球阿嬷哇，那当然。卢碧春选手呢，今年已经是超过60岁了，今年61岁。那他同时也是111年在这一组当中呢，他最后是获得了金牌。那李雅珠的部分呢，在上一届的全障域呢，他是获得了第3名。那这一届李雅珠呢，是杀进到了决赛，要跟卢碧春来争取最终的冠军。在李雅珠方面的话，等于说也是突破上一次的一个成绩了。对，在卢碧春选手，他也是大家如果有在关注帕运的话，也是非常了解这名非常具有正向能量的一个选手。他也是非常有经验，在2014年的时候的亚帕运的时候，也是有获得铜牌的一个成绩。是，一个是在反拍，是用颗粒性质的胶皮。然后卢碧春选手，而是在正拍使用颗粒的胶皮。双方在练球前还是多拍来回去感受、适应一下对方来球的旋转跟特性。是。那当然，李雅珠也曾经在2010年代表台湾去参加广州的亚帕运也是当时这个台湾代表团的国手啊。这也算这场比赛也算是亚洲区的一个顶尖选手的一个对决。没错。好，第一球，李雅珠正拍的挂网，1-0。两个发球都选择不同的落点。这手突袭。虽然是抑制性胶皮但是如果拍面角度不对的话，也会直接形成自己的失误。突然的反手加压，确实也影响到李雅珠的回击，直接出界3-1。这球出界，但是如果落点跟力道再调整一下的话，可以直接形成制胜分。卢碧春他的特点或者是进攻模式，多是来自他的反手位。哇，想攻击中路追身，对，可惜啊。双方在第一局还是更多的在线路上去做一些试探。冠军台北市陈千珏。亚军台北市这球回空喽。对，当然，这一球触碰到台桌之后呢，还是有一些路线上的变化，造成了李雅珠的回击上发生了失误。请到前面来领奖。哇，这球没进那卢碧春在第一局稍微拉开比分，目前来到7-1。这个奖项，我们邀请审议委员沈启斌审委员。还有，两边的专注度都非常的高。那李雅珠逮到了这个机会直接往卢碧春的反手做加压。又是打向反手位。
还是底线被压制到了。哎，可惜这个正手挥到了板边。目前的比分8比4。把正手位，哇，这个位置打得非常刁钻。其实适当的过程中，李雅珠也是有寻求不同的拍型，想要去打出更刁钻的位置。哇，到了比赛后段，卢比纯也是适当的改变自己发球的方式，总是还是有会留一个杀手锏到后面强行得分的时候使用。到了中段过去，反拍的一些失误有点非说不定失误的数量过多。好，所以这一球出界之后呢，卢比纯在第一局啊，依旧是以11比6收下，目前暂时1比0领先的李雅竹。好，来看第二局，将是由李雅珠率先来发球。擦网重发，哇，这球被卢碧春给逮到机会啊，直接往李雅珠的反手位发力，啊，还是锁住了李雅珠的反手。恭喜得奖的选手，谢谢审委员。也谢谢。在第二局开局的这3分，正手也是攻击的非常强势。全程观礼，给选手鼓励。好，卢碧轩的正手挂网，那现在比分形成了1比3。特别抵达会场哦，对抗台中市很多优秀的选手，加油打气。李雅珠也非常清楚，卢碧纯方面的话，的反拍的进攻威胁性比较强，所以适当的也会往他的正手位去做个压迫，就尽量避免让他重复落点。哇，第二板的正手没进，可惜了。昨天的首面金牌林之瑜也是来自于台中市。哇，反手真的很有特色。对，而且把角度带得很大。5比2。哇，这个突袭的长球。对。一个侧切一板。哦，还有哇！李雅珠这一球没有掌握，他自己也蛮意外的，他也叫了一声啊。
在追分的过程中，这个决定性的机会球错失，真的非常的伤啊。哦，有时候一个球啊，不是好像表面上看到1分，会影响到后面的情绪，对，或者是气势。那也就是人家说的无形的气场。没错。哇，所以在那一次的攻击失误之后呢，卢碧春已经稍微把分数带开来，9比2，还是说对方的反手啊，10比2，在第2局拥有局点的。好，罚球失误之后呢，卢碧春在第2局是1比2收下，目前战是2比0，在冠军战领先的李雅竹。好，欢迎再回来，在这一场轮椅组4级的金牌战呢，来到了第3局。那前2局呢，都是由最强桌球阿玛卢碧春拿下，目前已经来到听牌的位置。这球多少有点不规则的回击，所以即使得分的时候，还是举手跟对手示意了一下。卢碧春的正手挂网，李雅珠在第3局有不错的开始，连拿2分。哇，你看这个反拍切球加转的旋转多强，到了地面上还会反旋。调整了一下，哇，跟第2局一样，只要发球完之后，对方回击冒高，就直接在直线位置做一个正拍的加压。双方都非常有耐心。对，在反拍的部分的时候，虽然是不同胶皮，但是还是适当的想要争取自己能够进攻的机会。卢碧春在先丢2分的情况之下，现在又将分数反超，但是这个正手过网，双方4比4。回到卢碧春的发球，对，因为卢碧春正拍是长颗粒哦，对，所以等于说他把球这样带过去的时候，都是带点有点下旋、有点重的一个旋转球质。冒高了，哇，冒高球反而卢碧春自己没打好啊，李雅珠再追1分回来，目前5比6。对，还是利用自己的正拍胶皮的特性，让对方形成下网失误。目前比分7比5。一样，这球没有下网，就代表说李雅珠她在正拍回击的时候有适当的快速调整拍型，避免像前面一样下网失误。哇，这就有碰到，所以对，是给了李雅竹。
这球裁判是判定说从边线出去，从边线出去，所以不算。对。在轮椅组的比赛过程中，就是发球的时候，如果弹跳出去是从边线往外蔓延的话，那就重新发球。没错，一定要从底线啊。对。好，那这球数界之后呢，形成了9-7，卢碧春领先。透过开局正拍的几分失误以后，中段过后，自己的正手也是给对方造成了一些威胁。对，卢碧春来到了金牌点了。好，这一球李雅珠过网之后呢，卢碧春哇，非常的开心啊！最终是以3-0击败了李雅珠啊，也是继在上一届的111年的全障运，再度在这个项目拿下了金牌，非常恭喜台湾最强的桌球阿嬷卢碧春，在轮椅组4级的项目当中呢，再度拿下了冠军，恭喜卢碧春。那李雅珠呢，今年的战绩也突破了上一届铜牌的成绩啊，在今年是拿下银牌，同样也是表现得非常出色。那这边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
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那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台中市的这个局长李玉瑞也来到现场关心这个台中的选手。但台中的选手在今年的全障运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包括待会要上场的这个轮椅组的这个第3级的冠军战，也有台中的选手要上场啊，来自台中的吴正胜，待会也要来争取金牌。但吴正胜跟范正信呢，2位选手呢。在上一届同样也是在台中举办的全障运呢，当时就在冠军战碰头，那最后是由吴正胜的击败了范正信啊，所以双正的对决等于是连续2届在全障运呢要上演相同的戏码，要来争取最后的金牌啊。但吴正胜选手呢，过去在2018年的马尼拉的帕运会呢，也代表台湾前往参赛，同时也获得了双打的铜牌。所以在国际上的成绩也相当的亮眼。好，那当然，现在场上还有另外一位选手正在检录当中啊，待会马上就要来到现场。画面上看到的是范正信啊，这一位是吴正胜。那在轮椅3级的部分呢，是表示选手们在坐姿平衡的部分呢，可能这个平衡能力比较差。那另外上肢的部分呢，功能几乎是正常的状态。好，双方看一下，检查一下球拍。对，就是说正式的桌球比赛都一定会进行的环节。没错，这也是我们先前转播也提到的，因为彼此有自己工作的因素上，所以训练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加上说在颗粒性质或抑制性胶皮的养成过程中，也比较容易去诱导对手或者是干扰到对手，所以等于有很多这种参加帕运的选手都会使用一面抑制性的胶皮来取得更多让诱导出对手非受迫性失误啊，或者是创造出自己进攻的机会。是。
按照这个总理的说法，可能就是选手希望在胶皮的选择上比较不是那么主流的话，是不是能够有一种比较怪的方法，或者说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导致球路的变化，让对手不适应。没错。在异质性胶皮的过程中，在短短的1年内，确实也是在国际舞台上制造了不少惊喜。对，大放异彩。对，我们不管是看这个 WTT 的巡回赛，或者是在去年的亚运会这种异质性胶皮大家可能过去的什么长科NT这种胶皮，在这2年确实都能够爆冷门击败了过去大家认为好像实力非常坚强的这些中国选手。对。像是伊藤美诚也是反手是异质性胶皮，对，没错。接下来就是印度组合，没错，对。离我们最接近的就是在沙烏地阿拉伯 Smash 的 Batra， 对，击败了王曼玉。没错，那王曼玉当然也因为那一场输球，但最新的消息就是他没有办法代表中国来参加单打的项目。没错，所以这1年来，或者是这几年来，异质性胶皮总是能够发展出他们的特点。台中市的运动局局长李玉瑞也非常关心选手的状态。当然，在上一届的全障运呢，就是在台中举办的。在这个台中跟南投非常的近所以也驱车来到了现场。好，这一场轮椅3级的冠军战正式开始。范振信的反手过网，连续2分发球都得分。经过2年再度的交手，双方也非常熟识了。可惜弹在了网袋边没过，目前比分3-1。跟上一场转播的方式一样都有一个异质性胶皮，但是在正反拍的选择是相反的。奖项邀请南投县政府教育处运动发展科廖怡正廖科长担任颁奖人。确实这个角度打得非常开，破坏掉了重心。对，这2分要回来，双方3-3。吴正胜逮到了正拍回击过高的一个机会，直接继续的锁定范振信的正手位。反手突击性的发球，持续奏效。单打4级，新北市施树华、台东县林燕颖2位选手，请到前面来。这个正手失误之后呢，吴正胜来到2球领先，目前4-6。哇，吊高球但是吴正胜这个正手的发力扣杀打丢了。对，范振信这一球也是处理的非常危险吊高球是一个不错的策略，但是如果说距离没有抓好的话，会变成对方的机会球。台东县林燕颖，是不是有台东县的朋友去帮我们叫一下？这手颗粒瞄准了斜对角。这球是有插到了台边所以是一个幸运分。吴正胜目前1分领先的范振信。
啊，想要再对带开来啊，但是发生了失误，10比7。目前在第一局，吴正胜拥有3个局点。想说有3分领先的空间，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搏杀，但没关系，还有2个局点。哇，又是 Lucky Ball。对，这个弹网进之后呢，吴正胜在第一局就是以11比8收下，目前暂时1比0领先。好，这场轮椅3级的冠军战来到第2局，在第一局呢是由吴正胜以11比8结尾的比数收下。那双方在111年的交手，当时是由吴正胜拿下的冠军，范振兴是获得了亚军。在第一局很明确的一个转捩点，就是在于7比7的那个差别。哦，对。第2局的时候，相信对方或者是自己该如何使用的策略，应该也有一定的想法，或者是一定的执行策略了。球既有颗粒能够抵消旋转的特性去做加压。这球打得够凶啊，2比2。这手突袭，这球不算。对，应该是从这个边线出去了。对，但是目的非常正确，只要落点再修正一下，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发球。吊高球。可惜起手式太高。好球，掌握到了发球的弹跳啊！第一时间往反手做发力。哇 ，Lucky Ball 又是碰到了台边啊！对，一下蹲弹式的发球，稍微挤压到了吴正信，目前4比6。这球防守的回击落点给的非常的巧。那如果说还是再偏一点来到对方的中路或正拍的话，那我相信还是一样非常的危险。哇，第2局吴正胜的正拍位似乎有点被锁定住了哦。范振兴在第2局的发球策略也有做些改变，也执行的非常大胆，很敢去做牵制，很敢去做突击。对，一直往中路，这一球掌握了。
在第二局目前6比8。这球反而没把握。对，在第二局的时候，范振信也观察到吴正胜正拍都是以撞击比较多，虽然给他正手的时候都会给他点带下旋的成分，对，都会给他带下旋的成分。但这球吴正胜确实也是避开了球体的旋转，去击球的侧步，对，还是给他下旋。哇，多拍的回合。所以在对手的2个发球分呢，吴正胜都顺利的收下，现在将比分追成了9比9啊！好，重发。这个发球直接取分，所以我们看到吴正胜从7比9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3分，现在先逼出了局点，1个机会。持续还是给吴正胜正所谓下旋的成分，让他想要撞击的时候没有办法有效的制造弧线。在第二局来到 deuce， 球反手非常果断。哇，这个反手甩大板啊，带开角度，11比10。现在反倒是范振信有局点。哇，这一球给的位置够短啊！反其道而行，被吊短球了，结果还是借由对方吊短球这个空间，再放一个短球。范振信拥有第2个局点机会。哇，4发球，追平，12比12。还是一样，旋转判断清楚之后，就用反拍攻击斜对角。12比13，又是范振信的局点。有了这个正手的过往，在第2局经过 deuce 之后呢，14比12，由范振信收下，双方1比1平手。好，这一场冠军战双方来到了第3局，由吴正胜率先来发球。在第2局的时候，范振信是选择不断的用下旋球的部分，然后去考验吴正胜正拍的能力哦。那确实在下旋这个旋转的过程中，
吴正胜确实在正手有很多的非错误性失误。在第3局一开始，范正信连拿了3分。哇，这个发球还是造成了吴正胜的失误。在第3局0.5分了。哇，这个反手甩大板，对，角度完全带开来，力量完全释放。左侧旋，再一个，反手这个能力的表现，今天真的运用的非常出色。尤其是直接瞄准斜对角这个大板哦。目前1-7，左右带开来，又造成了吴正胜的回击出界。在第3局，范正信取得不错的领先，目前1-8。还是给他下旋的成分。让吴正胜想要撞击的方式的时候，都直接形成挂网。这个时候，我相信下一局吴正胜的教练会告诉他说，如果没有把握，可以多切几板。吊高球，哇，这个落在球台之后呢，还往外旋也造成了吴正胜在回击出界。在第3局，范正信有9个局点。最后一下的假动作，确实让范正信的注意力从左侧被骗到了右侧。这球在撞击的过程中，就有适度的把自己的起手式往上加，还往上抬。哇，非常有经验的选手，在比赛过程中还能够如此及时的做调整哦。结果这个发球还是造成了吴正胜的回击挂网，11-4，范正信收下第3局，目前在局势上反倒是2-1领先的对手。好，这场冠军战双方来到第4局，那范正信在先丢1局的情况之下，倒赶2局回来。现在反倒是范正信来到听牌的局面。现在吴正胜必须思考一下如何去限制范正信在反拍斜对角这个加压的能力。哇，一个大 table 触网进袋。结果在第4局一开赛呢，又被吴正胜连拿了3分。这球弹过去，有幸运的成分。
目前比数1-3。想要打得更边一点啊！这5分里面也产生了2个 lucky ball。那我相信吴正胜现在拥有3个领先的优势，觉得出手的时候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配套措施，或者出手更大胆。哇，这2下其实采取主动的都是范正信，不过都被吴正胜挡了回来。那反而在第3板啊，最后是打出了界外。哇，反手这个抵消旋转后去做加压，也表现得非常好。对，锁直线。哦，不断的锁住范正信的反手。对。好球哦！其实我们在上一局的局末就感觉出来，吴正胜他的正手对抗下旋球能力已经有点找到那个触拍的最佳手感。在第4局9-2，吴正胜有机会将战局延长到决胜局了，8个局点在第4局。比较可惜的在第4局，非常少见。范正信用这反拍做加压，在第3局的时候执行的非常成功哦。哇，这上范正信在触拍的最后一下，透过自己的手指手腕力量把旋转加上去哦。就看到这球吴正胜想要做扣杀的时候，就被旋转给压制到了。连丢了3分，哇！这一球幸运分滚过去。又是一个幸运球，哇！但是衔接的这个扣杀反而打丢，在第4局，吴正胜11-6扳回来，双方2-2平手。好，这场轮椅组第3集的金牌战，哇，这个组合呢是上一届的冠军战，那这一届同样也是会师在决赛，那双方呢要进入到决胜的第5局了。双方各有在不同的局间过程中有非常出色的发挥。到了第5局，回到了平点，就看大家如何在过程中能够
快速的解读比赛，或者是尽快的调整自己。哇，幸运分啊！好，结果在一开始啊，吴正胜连丢了3分之后呢，马上主动喊出了暂停。好，暂停回来，范正信还有一个罚球分。吴正胜还是在正手拍产生了失误，还是往他正手走。不管是否吴正胜有效的去做调整，但范正信今天还是很坚持的，时不时的就要去突袭或考验吴正胜的正拍。成绩报告：男子单打一级决赛，冠军台北市朱维宗，亚军台中市。哇，主动变线，但这球也被吴正胜给预判到。对，等于是吴正胜从0-4连追了3分回来。第5名台中市许生达，女子单打第5级决赛冠军台中市蔡慧珠4-4了。亚军台中市魏美惠，季军台中市陈素芬，台北市萧连续的正拍。恭喜得奖的选手。哇，那3拍面对对手连续的压制，吴正胜也是处理的非常冷静。哇，从0-4的落后连拿5分啊！发展科廖怡正科长为选手颁奖。好，场边再度喊出了暂停。哇，两边呢在这个关键的第5局啊，都出现了一点乱流。在一开赛，吴正胜先是连续丢了3分，那回来之后呢，丢到第4分，反倒是范正信突然宕机，他是连掉了5分，所以变成是范正信也喊暂停，看看能不能扭转现在场上的状况啊。对，就看范正信是否能够跟吴正胜一样，喊出的这个暂停的时候是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暂停，再回来的时候能够突破窘境，甚至能够让自己情绪啊，或者是出拍的节奏能够得到有效的调整。好，暂停回来。这个正手出界，双方5-5。那我们这个奖项邀请林理事长来为选手颁奖。左侧旋，哇，锁直线。吴正胜到后面，如果说正拍不能发力的时候，都走直线这个位置锁得非常的精准，因为直线线短，突然性高。
好球！对，又突然用反手 inside out 了，哇，连拿了3分回来。吴胜胜上一届的金牌，哦，这一届当然是面对到强力挑战。现在3分的领先，哇，这一球再出界，4分领先，距离卫冕冠军剩下2分。哇，这球过于想发力了，连续的10分，多少在面对这个情形，还是想要强行发力。对，哦，那我们看到来自台中的吴正胜，只差1分就能够完成卫冕的任务。好，没有问题。在最后第5局啊，虽然一开赛连丢4分的情况之下呢，最终打出一个11-1的逆转。第5局11-5收下3-2惊险的击败来自台北市的范正胜，也恭喜这一场双阵的对决由吴正胜惊险的胜出，同时卫冕冠军。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比赛现场。好，现在请女子单打5级得奖的选手入列。这个奖项依然邀请台中市身心障碍体育总会连梦令林理事长来颁奖。像台中市的选手，冠军蔡慧珠，亚军惠美惠，季军陈素芬，成绩非常的亮眼。
颁奖的选手，谢谢林理事长。好，欢迎再回到全障运桌球的现场。那这场比赛呢，将是轮椅组2级的金牌战，来自台东县的陈富贵要面对台北市的赖永全。那陈富贵呢，就是去年杭州亚帕运的国手。那赖永全呢，则是在去年的这个新北帕拉桌球公开赛呢，也获得了单打的铜牌。所以两位选手在国际上都有不错的成绩。当然，陈富贵除了刚刚提到是去年的亚帕运国手之外呢，另外他也在2018年的印尼帕拉桌球公开赛呢是获得了单打的银牌。另外也曾经在2017年的北京亚锦赛获得了单打的铜牌。所以陈富贵在国际上的成绩也非常的亮眼。那两位选手也刚好又是上一届在111年台中举办的全障运这个项目的冠亚军。那在111年呢，当时陈富贵拿下金牌，赖永全是获得了银牌。那这一届两位又同样一路过关斩将，来到了最后的金牌战。那在轮椅2级的部分呢，最主要是他们选手是坐姿失去平衡，另外他们的持拍手背呢也是受到部分的影响，所以这是在2级的规定。对，在2级的规范里面，我们也可以跟观众朋友们说明一下。那如果说在轮椅组里面呢，不管说是个人赛还是团体赛的项目过程中，膝关节以上身体任何部位都不得附着在椅子上。但如果说你是需要得到平衡、改善平衡，那当然你有出示医疗证明的话，就可以进行一些捆绑，帮你稳定你身体的一些平衡，或者是稳定你身体的一个坐姿。那更多的就是保障选手的安全性。这绝对是摆在第一要务的。对。这场金牌战即将要展开。陈富贵在画面的下方，这是身穿黑色运动服的选手。这个发球做出调整哦。对，2分的发球，一个正手位短球，一个反手位长球牵制。哇，同样的都是在自己的2分发球权上得分。我们在目前为止转播了几场
轮椅组的比赛确实，轮椅组的比赛里面拥有一个良好的发球，真的能够更有效的提高他的胜率。发球自杀，对，反倒是陈富贵的发球失误掉了，他现在形成了4-2。就吊高球，哇！重复落点的进攻，但是陈富贵也是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个前发球直接出了界外，所以陈富贵呢再度取得领先5-4。吊高球，这球非常聪明，先吊高球去引诱陈富贵去做发力，在一发力以后，对方有了速度，我就借你的力量，再把你的球去做一个有效的回击，借力使力。5-5。攻击正手左右调动，球虽然被对方左右调动，但是最后一拍也是有效的预判。提高自己的手势，去做向下的加压。6-7，陈富贵的发球。哇！发球自杀，是哇！赖永泉这个发球不理想啊，直接6分哦。来到了尾段，发球自杀很伤，马上赶快尽速的做出调整，看能不能够弥补回来上一分发球自杀的这个瑕疵哦。哇！结果连续2球都直接把分数送给了对手啊！哇，这太伤了。陈富贵在第一局现在取得3个局点机会。台北市王维杰，恭喜进入决赛的对手。正手想要透过领先的优势进行一个发力的抢拉，还有一些空间，所以可以做一些尝试。吊高球。哇，面对吊高球，但是节奏跟击球点抓得非常准。是哇，第一个时间弹跳啊就掌握了，化解2个局点，考验赖永泉的发球。哇，化解3个局点啊！哇，处变不惊。吊高球，多等一拍，哇！吊高球之外还有点带炫。对哦，所以在7-10落后的情况下连拿4分呢、哇，不容易。
自己的情绪没有被前面的2个发球自杀给影响到，还是表现得非常沉着。哇，这一球带开角度，赖永权在7-10落后情况之下，把对手定杆，连拿5分，12-10收下第一局，目前暂时1-0领先的陈富贵。好，这场轮椅组2级的冠军战来到了第2局。那当然在第1局高潮迭起，那赖永权呢一度7-10面临陈富贵的3个局点，不过他一口气是连拿了5分逆转了第1局的一个赛况。哇，在第2局的一开始又是把角度给带开来了。对，赖永权今天确实在左右的调动过程中执行的非常的彻底哦，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落点的回击。哇，这球不算。对，从这个边线出去在这个轮椅的规则上面是不允许的，要重发。结果发球还是送分包括在前1局也有发生这样的状况，在第2局也出现了。哇，一人一个！两边都太想利用发球先限制对手了。对，太想要在自己的发球权上直接去做加压，跟直接强行的去给对手制造威胁。这个反手把角度带得非常的刁钻。3-1。哇，这球透过自己前臂跟手腕的调节，把球的弧线给压下来。目前比分2-4，陈富贵的发球，接发出去。一样的球再发一次，而且再得1分，双方4-4了。这2分都是发右侧旋，并且带侧下。哇，一样都是彼此攻击对方的右侧空档。
吊高球。哇，直接反手甩一板。对，在轮椅组的比赛里面，吊高球是一个非常具有技巧性，并且运用得当，是可以有效得分。但如果说你线路没有控制好的话，会变成对方的 chance ball。好球，左右最远端的两侧的调动进攻6-6。哇，这一球弹跳之后往外旋啊，让赖有权啊来不及回应。今天不管说是领先还是落后的时候，赖永权都表现得非常沉着。哇，这场金牌战啊，有非常多啊，不管是选手、家属、球迷的关注啊。哇，陈富贵非常聪明，前面都是以右侧斜对角为主，这个时候看到赖永权的站位或者是他的整体重心开始往右侧偏移的时候，就有效的做一个直线的一个牵制。又回到右侧，目前7-9，在第二局回到赖永权的发球。8-9。哇，挡得非常精彩啊，陈富贵。那现在陈富贵在第二局又率先来到了局点啊，在第一局他浪费了3个局点，在第二局现在有2个机会。吊高，哇，这一局有采用几次吊高的策略，但是都没有奏效。对，所以今天面对赖永权，可能吊高这个部分的使用，可能就要尽量避免。哇，发球失误，第一局丢掉3个局点，在第二局丢掉2个局点，哇，真的是太出乎意料了。哇！结果没想到自己的发球失误之后呢，面对赖永权的发球，哇，差一点点呢，就是往边线去了，所以要重发。好球！哇，这个确实出色。对，发完之后，下一盘马上执行的更快速，而且重复落点。哇，赖永权来到局点了，陈富贵刚刚2个局点没把握，现在又有压力了，尤其是发球。哇，差了一点点，哈哈哈哈哈，11-11。对。其实这球赖永权他是想要击球的右侧，让球打得更开更炫。陈富贵的接发球，哇，反旋转了。对，这个陈富贵也处理得非常冷静。
面对没有办法判断清楚的来球，还是先比较聪明的把球还给他。第3个局点机会，带开来，这个角度打得够刁钻，13比11，陈富贵惊险的拿下，双方1比1平手。好的，这一场轮椅2级的金牌战，双方来到了第3局。那前2局呢，现在是战成了1比1平手。好，这第3局由陈富贵率先来发球。陈富贵确实还是把自己能够做到最好的这个发球轮次，不断的去给对手制造威胁。连续2球都是直接发球得分。好球！掌握了赖永权的发球啊！在上一局成功拿下了之后，现在感觉这3分打的就特别有信心了。吊高，哇！连续的还有这一个正手啊！打得非常的精彩。4比0。哇，这就是我们在转播中提到的这无形的气场。对。这个右侧旋从第2局开始去加强弹道或者是加强旋转，确实这个发球非常奏效。甚至能够诱导出最后一拍正手的扣杀。吊高球，多等1拍。哇，赖永权突然准心跑掉了，那这几颗啊都没有把握住啊，直接打向了界外，所以在第3局处于大比分的落后，目前0比7。
又是直接发球得分。在第3局真的很明显，他这个正拍的旋转更有信心的去做加成。好球，这个也有。还进啊！哇，现在怎么打怎么有啊！哇，完全进入状态啊！好，所以我们看到在第4局最终是由陈富贵以11-1啊大比分收下。目前在总局数部分呢2-1，暂时领先了赖永权。两位选手在前2局呢都打到了 deuce 才分出了胜负，没想到在第3局战况是有点一面倒啊，是由陈富贵啊11-1收下了第3局。那当然在第4局啊赖永权是完全没有退路，目前局数的部分1-2。在第3局的时候，陈富贵是完全打出他整体的状态哦。尤其是在自己发球上也发得越来越有自信。现在1-1，来到了2个陈富贵的发球权，还是一样右侧旋的方式。这球回击到陈富贵的中路追身，发球自杀。对，像这个时候赖永权其实执行的策略可以再单纯一点，不用说打得太乱。现在变得自己有点绑手绑脚，好球好球！今天确实面对陈富贵的吊高球，总是能够更有效的掌握，转化成自己的进攻机会。3-3，在第4局，陈富贵发球，还是回得够深啊，有压迫到了陈富贵。相持的多拍，右侧旋，吊高带旋。哇，今天这个双方采用吊高策略的方式，很明显的不同。像陈富贵是以吊高前后，让球体前后跳动的方式。赖永权是接触球侧部，让球员带旋。OK。哇，这一球落在了台桌之后啊，旋的幅度
真的是无解，真的，这没办法，这完全打不到，碰都碰不到。啊！教练给出指令，必须喊出暂停了。哇，在场边呢、我们知道陈富贵是这个卑南勇士，所以在场边也唱起了他们的传统的加油歌曲。好，来看暂停回来，1分差的比赛。暂停完回来，由赖永权发球，就看一下刚刚跟教练讨论完之后，该如何执行接下来策略，还是发直线为主。对，因为是发比较偏上旋球不转的为主，所以对方一定会把球给推过来哦。所以发完下一拍的时候没有准备好，非常可惜。哇！从第二局，真的第二局艰难拿下以后，完全打出了气势哦。又一个正拍，对，而且是一个全发力啊。那现在已经稍微在比分上面拉开来，5-9。来看看赖永权。当然，先把握2个发球分，吊高球，对，有，哇，这个发球，但想要发的更刁钻，那当然就有风险，这种铤而走险的方式发进好球，那差了一点点就直接送分给对手，所以陈富贵现在来到4个金牌点。哇哈哈，这球，对，自己在抛球的节奏没有抓好。哦，再发生了失误，赖永权还有机会。这个发球直接得分，9-10化解了3个冠军点。
好球！哇，这个加压球还是被陈富贵这个掌握在第4局，非常惊险的以11-9收下，也恭喜陈富贵连续2届在全仗运在轮椅2级的项目当中呢，都获得了金牌。但是对赖永权来讲非常可惜啊，在第4局一度追到剩下2分差距啊，但是没有办法一鼓作气，最终还是由陈富贵带走了冠军。恭喜来自台东县的陈富贵，而来自台北市的赖永权呢，则是获得了银牌。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桌球的现场。
大会报告：校园内以及校园的围墙周边都禁止吸烟，是全面禁烟的。麻烦与会的嘉宾、参赛的选手务必要遵守这项规定。谢谢大家的配合。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那紧接着为大家送上的是站立组哦，这是6、7两级合并，由新北市的林我清要来面对台中市的黄任廷。那两位选手年纪有一段差距呢，黄任廷呢今年才18岁，那林我清呢就是这个最强桌球阿嬷卢碧春的先生所以这两位选手等于是跨了好几个世代啊。
那林伟清呢，在上一届的这个全障运呢，在这个项目呢，当然是获得了金牌。那这一次呢，面对年仅18岁黄任婷的挑战啊，来看看到底是在这个项目呢有没有机会改朝换代，还是林伟清呢持续在这个项目当中呢获得冠军呢？哇，等于说有年纪的差距。势必在打法风格上会有很大的不同。林伟清是直拍的握法，然后并且一面是采用一面平面，一面一直性胶皮。对，那黄任婷呢，这个桌球的球龄并不长啊，这从国3才开始打啊，从2020年才开始，那现在也才这个18、19岁啊，所以我想才接触这项运动，大概3、4年的时间就有这样的一个成绩，确实相当不容易。没错，然后并且刚刚在训练的时候也感觉得出来，他正拍进攻的威胁性其实也是蛮强大的。反面是使用长颗粒。哇！发完球之后，马上衔接板扣杀。是。结果吃了这个发球。好，来看黄任婷的发球。把角度带开来。连续2分都是用自己的长颗粒特性去抵消旋转，往林伟清的正手位去做牵制。哇，这球应该是有擦边哦，没有问题哦，这是幸运分啊。好球，跟开赛第一颗一样，先瞄准黄任婷的反拍去做一个压制，发完以后马上接一个正拍的扣杀。目前1分差的比赛4比3。哇！擦网进之后呢，衔接这个正拍的大板啊，打得非常的强悍。可惜这个正拍过网。那任婷她的状态是她有脑性麻痹哦，所以会影响她在场上的这个动作的发展。那过去她是8级。那经过这个分级师的判定之后呢，改为7级。对，像我们参加这种帕运的比赛的时候，在赛前一定要做一个分级的认证。对。那去年任婷也有参加台中的帕拉公开赛。发反手长球突袭。可惜。林伟清这个高球并没有掌握住。两边打得很有耐心对，林伟清还是展现得非常有耐心，没有握十足把握进攻的机会的时候，就先慢慢的先以命中率为主去做周旋。
Lucky Ball 诱导出正手进攻的机会，哇，最后一拍反手没有掌握好，对，机会打丢，双方7比7。哇，这球再往前直接用反拍做加压。哇，这个发球，目前比分7比9。哇，这球往直线的进攻，但还是被林我清给掌握住了。哇，结果这是一个幸运的抄网得分，9比9。好，想要大板，哎，这一球没过哦，所以林我清在第1局率先来到了局点。哦，结果这个反拍下网，林我清在第1局非常惊险的以11比9收下，目前暂时1比0领先的黄任廷。好，那在这场的冠军战呢，因为林我清这个比赛的项目比较多所以在这时候呢也能够申请多一点点的休息的时间。好，暂停回来。那在第2局，双方换边，在第1局呢，最终是由林我清11比9
协会的比分拿下。但林我清呢自己打球，那过去也是为这个新北市成立了身障桌球协会。那跟太太卢碧春2个人对于推广这个帕拉桌球是不遗余力的。除了自己在桌球这项运动去做一些技术的精进之外，确实还是在各地方或者是他们在地去发展这个桌球运动，真的是也非常不容易。因为过去新北并没有这个帕拉桌球的协会，林我清呢就自己创一个。哇！突然掉开来之后，一左一右啊！非常细腻。对，其实黄振廷在发球的选择上，可以更多的去往林我清的正拍去做牵制，尤其是正手短球，是因为他有点不太适应林我清在反拍来球的一个抑制性胶皮的一个特性。所以干脆就是打他比较擅长的平面，就往他的正手去发。Okay, 是，不要让他有这个颗粒去干扰他选球的判断。对，没错没错。好球，难得找到一个斜对角的空档哦。好，目前比分3-5。结果确实还是往正手短球去做一个突破了。对，正手短球。对，还是正手短啊！可惜这个反手呢是打到了这个网袋边没过。6-4。哇，那球没有拉进打到了林我清赶快 say sorry。目前比分4-8，来看黄任廷的发球。这一拍发动攻势林我清没有打进，已经创造出来了。哇，站在这个位置发就比较可惜，因为站在这个位置发刚好是可以林我清直接用反拍去做回击，这球是林我清自己旋转没有判断好对。哇，加上这个正拍又打丢，所以双方的分差剩下1分了，目前8-7。哇，他真的打过去的球真的会飘忽不定对，他只要用这个颗粒那一面，对，确实就很难判断了。抵消了旋转之后，真的就是给人趁那个空气压缩的方向去做晃动，是，就等于说好像是棒球里面那个蝴蝶球的感觉。没错。正手抢拉没有去做出手，最后一刻想说可以保守一下的。结果反而打得太保守的情况下，变成林我清的机会了。那现在在第2局，林我清呢又拥有2个局点。哇，在第1个局点呢就顺利的收下11-8，在这一场金牌战2-0领先了黄任廷。
好，金牌战来到第3局，前2局呢都是由林我清些微的比分收下。好，林我清拿下第1分，1比0。哇，吃了发球啊！对。哇，好球！逮到机会发力啊，不让黄任廷有任何的机会。对，桌球这项运动比较奇妙，就是说它并不是说真的是年轻选手，你有年轻、有本钱、有体力、有 power 就可以完全压制。对，刚刚在广告的时候才跟那个综艺在聊啊，真的2位选手的年纪相差，我想3轮以上。那黄任廷非常年轻不满20岁，18、19岁的年纪，当然是体能最好、运动能力最夸张的一个年纪。但是面对到老三港林我清呢，光是你的如何判断旋转，这个球的落点的掌握，对，就这个问题很多了。还有出手的时机啊，对，或者是说在就很简单的发球。一开始就是完全不受制约的技术里面，你发球该怎么去配套？你发球该如何创造自己的进攻的延续性？对，这也都是需要经验，真的。当然，我们刚刚在赛前也提到，黄任廷其实接触桌球的球龄不是特别长而且2020年才开始大概就是4年。不到的一个时间当然已经在这一届的全项运杀进到了金牌战，相当不容易了当然经过时间的累积、训练、经验的增加，那也期待任廷在未来能够帮台湾在帕拉桌球的项目上呢，能够代表这个国家未来有机会再往国际赛来发展。对。还是不断的用他的反拍抑制性胶皮去做干扰，同样也是用抑制性胶皮的任廷，但是反过来对方打过来的球他也不适应。男单3级决赛冠军台中市吴正胜，亚军台北市范正信。好，目前4比1。台中市殷建平，嘉义县刘俊健。第5名，台南市陈泰安，台中市刘正汉，台东县林天福。哇，确实就如同是棒球里面的蝴蝶球那样，是过去的球飘忽不定。一边是刚猛，一边是阴柔，对，这种2种极端的一种表现确实我们看到林我清在该发力的时候，他掌握就可以这个一拍拿下分数。高雄市吴胜恩，桃园市黄建芳，嘉义市王仁辉。恭喜得奖的选手，获得前3名的选手，请到前面来领奖。擦网重发。3级、4级依照顺序来颁奖。首先，我们颁发男单2级的奖项，请选手入列。这个奖项我们邀请中华民国桌球协会目前比分7比2。秘书长担任颁奖人。直线干扰。对，目前比赛进行到这边，认为对于黄任廷比较可惜的是说，他并没有像第1局一样这么样的主动进攻。是，反过来2、3局的时候，莫名的开始就感觉2个是抑制性胶皮的对抗。对，而且就是变成任廷打得比较保守。对，然后第1局的时候，任廷不管是发球策略，或者是发完后面的第3板发球抢攻，到了后面反而比较少见了。好，现在来到9比2，回到林我清的对不起，9比3，林我清的发球。哇，这一球弹网出界之后呢，林我清已经来到了金牌点了。
哦，这一球掌握住，拉一个大板，4-10。好，接发球喷掉，5-10。哇，以防万一，先赶快喊出暂停。对，哦，虽然好像还有5个球哦，4到5个球的空间，但是林伟清还是相当的谨慎啊，不能非常谨慎，对手把士气给打起来。恭喜得奖的选手，谢谢秘书长。好，1分钟的暂停回来。好，现在请。应该是黄任廷发球，对。好，接着要颁发男单3级获得前3名的奖项。哇！结果这个机会球自己打丢，把分数送给了林伟清啊。同时也恭喜林伟清啊，在这个项目啊再度完成了连霸。所以我们看到啊，这2位选手的年纪真的相差3轮左右，那最终啊还是由这个老神港林伟清啊3-0击败了黄任廷。那当然在场边啊，包括整个教练啊，包括刚刚画面上也带到了林伟清的太太卢碧春也非常的开心，也恭喜这个林伟清呢再度拿下了在站立的6到7级的金牌。那当然黄任廷呢，这一次来到了全障运呢也获得了银牌啊。那以18、19岁的年纪呢就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呢，同样是非常非常的亮眼，也恭喜他。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好，接着请4级获奖的选手入列。
这个奖项，我们邀请平顶国小潘黄嘉行校长担任颁奖人。恭喜得奖的选手，谢谢校长颁奖。
好，欢迎再回到全障运桌球项目。紧接着带大家送上的就是轮椅5级的金牌战，由来自台南市的陈明志对上台中市的林彦宏。那两位选手有非常深的渊源呐。那在2016年的里约帕运呢，两位选手就是携手出击啊，帮助台湾在当时的团体呢是拿下了银牌。那另外当然在稍早也介绍过林彦宏啊，在2000年的雪梨奥运呢，也是帮台湾拿下一面团体的银牌。那当然在这2届的奥运会呢，帕运会呢，都是由陈明志代表台湾来出赛，包括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以及接下来的巴黎帕运呢，都会是由陈明志来代表台湾来出赛。那在上一届的全障运111年的这个金牌战呢，当时是由陈明志击败了林彦宏。所以等于是连续2届的全障运呢，两位选手都是在决赛碰头。好，林彦宏跟陈明志进行赛前的热身。那昨天也提到，在稍早的这个斯洛文尼亚公开赛陈明志是代表台湾来参加这个第5级的单打，最后是获得了金牌，而且他在冠军赛呢是碰到了2届帕运的铜牌土耳其好手Ozturk。那面对这个帕运的铜牌选手在陈明志最终是以直落3击败了对手。我想这对于陈明志来讲能够击败这个帕运的铜牌选手，那接着对他接下来的这个巴黎帕运这个信心上会有很大的这个加持。也希望在今年的巴黎帕运陈明志能够代表台湾在这个帕拉桌球的项目呢，能够获得佳绩那甚至能够获得奖牌。对，像主播您提到的，像是在陈明志在帕运方面，最主要是在16年里约的部分跟林彦宏做搭档。对，然后在东京的帕拉运动会的时候是单打，就前8强就遗憾就败北。对，当然我依照他今年整体的状态跟整体在训练的成果，绝对是想要在今年的巴黎帕运上面取得奖牌数。没错，但也是说台湾球迷的期待双方也是老搭档、老队友了，所以彼此的特性或者是彼此想要运用的策略，应该也非常清楚。在我们先前的转播也看到林彦宏总是能够运用他快速多变的手法，甚至能够在短时间内去更换他胶皮回击的种类，去使对手没有办法适应，或者是诱导出非突破性失误。陈明志方面就是总是能够展现出他非常扎实正反拍的基本功能力，并且搭配他比较具有突然性的反手发球，去创造出他强大的一个威胁。哇！发完球之后，直接非常巧妙的手感运用，达到了斜对角。中路追身，好球！对，哇，游刃有余。这个衔接的反手带开角度，哇，这球弹进去了，幸运分0-3。
哇，连续3球重复路线啊，2强1弱，还是拿下了分数。哇，这个发球，对，陈明志在发球的时候总是能够用高抛假动作触球，同时变换右侧旋还是左侧旋。他的右侧旋很难判断啊。对，他总是能够触球瞬间再去改变击球的方位。冒高了，哇，陈明志在这一场金牌战啊，在一开始，哇，气势非常的强。哇，连这个在近台小动作的反手拉都非常敢去运用了。哦，目前世界排名第2啊，陈明志。哇，这是刚刚讲到的，瞬间的时候改变击球的方位。9-0啊。然后发球出界，想要试着去攻击陈明志在最远端的2侧距离。哇，球咬得非常紧，是哇，一左一右2角度带开来，陈明志在第1局以大比分的优势收下，目前暂时1-0领先的林彦宏。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现在第2局由林彦宏率先的发球。哇，这个发球失误。林彦宏也开始尝试吊短球。透过第1局的对抗之后，似乎一开始拟定的方针不奏效，先尝试一下别的方法。哇，一个 lucky ball，对，有弹到了球台边。哇，这球发的突然性非常强。一切一推的这个背攻式型的对抗长颗粒的这种胶皮哦，打得非常的顺畅。所以我看到陈明志今天状况这么好，无形也带给林彦宏光是在发球上就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想要发得更刁钻更有压制力，那反而会形成失误。对，因为林彦宏也非常清楚，面对今天陈明志的状况，绝对不能用一些控制或打点就可以解决了。所以林彦宏现在开始尝试做一些进攻。擦网重发。打得比较深的近身球啊，对于陈明志来讲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哇，一点点小帽高啊，马上反拍拉大板，这种爆甩啊，这实在是无解啊。
哦，又是利用发球的压制之后衔接的进攻，哇，在第2局啊，还是有一段差距。来到第2局的局点，好，没有问题。哇，陈明志发球压制之后的衔接进攻，这一次的直线打得更加的精彩，连续2局都是大比分的优势收下，目前2-0领先了林彦宏。好，来看第3局，陈明志又是先声夺人了。哦，利用刁钻的发球，先控制对手，衔接进攻啊，这样的方式啊，屡试不爽。哇，甚至今天，如果说要计算他的非收波性失误来讲，可以说是0。对，确实。哦，所以状态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发球，对，有突然性，发的刁钻，在触球的时候，甚至有去更强烈的去摩擦球体的侧部，往外转哦。中路追身，哇，直接突袭的进攻，对。目前比分来到4-1，哎哇，难得的非出边失误，但之所以陈明志在近期整体国内外的状况都能够维持得非常不错，那确实还是要归功在整体的帕总的协会人员。对，然后整个教练团啊，包括调整选手的一个状态，当然都希望能够把巅峰调整到这个帕运周期啊，就是接近比赛的时候没错啊，当然看得出来，刚刚我们提到，包括在斯洛文尼亚的公开赛，包括回到台湾之后的这个全障运，哇，陈明志的调整啊，真的来到一个蛮不错的阶段。对，像现在帕总协会来说，帕拉林总会，他们不管说对于选手的技战术的配置，或者是身心灵方面的一些照护，真的都做得非常的完善。哦，这是台湾进步的地方啊。没错。好，现在场边喊出了暂停。当然，在整个比数上面呢，都是由陈明志啊绝对领先的。不管是局数的2-0，或者是第3局现在是8-2啊，其实都已经拉开了一点优势啊。那对于林彦宏来讲啊，面对状况非常高档的陈明志啊，确实在这一场比赛没有找到太多的破绽啊，所以现在场边喊出了暂停。好，来看回来之后，这一球顺利的收下分数，3-8。哇，这球抛歪了，比较可惜。但陈明志想走直线，连追了2分回来，目前形成了8-4。哇，吊短吊高，是这个球没有办法挥到。
这个确实只能用非常好的手感，才可以把球控制在这往前的地方。3网重发。这球想放短球。好球，对，同样还一个短球了。对，在早期的部分，林彦宏也是在国际世界排名上，在这个量级里面的佼佼者。是。啊，那现在陈明志自己打丢之后呢，双方剩下1分差，从原本的8比2领先，到现在剩下9比8的1分优势。哇，来不及呀、啊，9比9了。从2比8落后的林彦宏，现在反倒是10比9逼出了局点。哇，连续3拍，对，结果这一球自己打丢，哇！林彦宏在喊完暂停之后呢，哇，完成了这一局的逆转，最后11比9收下第3局。那现在局数2比1，领先的还是陈明志。好，来看比赛来到第4局，哇，刚刚在第3局啊，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发展，从2比8落后情况之下，林彦宏最后是逆转成功，那局数追回来1局。在8比2落后喊完暂停回来之后，再发球跟回接发球，或者是在相持过程中打的真的非常赌，非常刁钻。陈明志发球。对，即使在上一局有受到了对方的逆转，但是经过了跟教练的调整之后，还是尽快回到自己原先非常好的状态。对，哇，这个发球又造成了林彦宏的接球失误，第4局连拿4分啊，在一开始。可惜，这球已经设计出来了，那确实也走到他想要的位置啊，但是最后发力打出了界外。林彦宏还是一样非常有经验的，只要开始取得分数或者是连续得分，就尽快加快自己的节奏，不让对方有机会有时间去做调整，去做缓冲。又是利用刁钻的发球啊，直接拿下了分数。触球的时候有点发球违例，直接被判分。发球失误。两侧的调动。哇，这一左右的调动啊！林彦宏说，一般的选手我早就得分了，对，但是打在陈明志的手上，就是突破不了。
哇，这球铁板，对这个假动作，对，非常的高级，果然是世界水准的选手。这局来到了8比2，陈明志就不敢大意了。对，想要直接收下比赛了。现在逼出了8个冠军点。连续2个发球，林彦宏都收下哦。吊短，哇！这个吊短之后球回弹了，所以陈明志没有办法掌握这一次的扣杀。红化解3个金牌点，10比5。连丢4分。结果林彦宏自己的正手失误，在第4局，最终还是由陈明志顺利的收下，最后是3比1，再度击败了林彦宏，也在这个项目呢卫冕成功。当然恭喜明志连续包括111年跟这个今年都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但是我们对他的期待呢是希望陈明志今年代表台湾呢前往巴黎参加帕运，能够有好的表现，最好是把奖牌给带回台湾。我们祝福陈明志，当然也恭喜林彦宏最终是获得了银牌。那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桌球场上。20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
喜得奖的选手。恭喜！接着颁发女子单打8到9级前3名的奖项，请选手入列。选手颁奖。
好，欢迎再回到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现场。在今天为大家送上的压轴的冠军战呢，是在女子11级的金牌战，都是来自台北市李义雅跟李敬轩。当然，这2位球员呢，我相信关心帕拉桌球的球迷们都非常熟悉啊。这2位选手呢，都是在去年的杭州亚帕运呢代表台湾前往参赛的选手，而且都有不错的成绩。那2位选手同时是双打的搭档，当时2位搭档呢是帮台湾拿下的铜牌。另外在竞选的部分呢，他跟博彦的混双呢也获得了1面铜牌，所以呢等于是2位选手在去年的杭州亚帕运呢，竞选是2铜，那义雅是获得了1铜。那不过呢，在上一届111年的全障运的舞台呢，2位同样也是在冠军赛碰头，不过那一场的金牌战呢，最终是由义雅获得了金牌，那敬轩是获得了银牌，所以2位选手可以说又是搭档又是竞争对手，彼此又非常的熟悉。那我想这一场冠军战呢，想必是龙争虎斗。没错，也能说这确实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相互较量又相互成长的关系。对。当然，义雅还非常的年轻啊，那才18岁左右，所以以他的这种成长的幅度啊，当然对于未来台湾要持续在这个帕拉桌球上面有国际赛的成绩，义雅跟敬轩啊都是台湾不可或缺的选手。希望借着这个全障运的这个赛事的磨练或者是增加比赛的经验。包括在台湾，其实不管是台北、在新北、在台中都有举办这个帕拉的运动会。那这些选手都有参赛，也增加了他们的这个国际赛经验。我想这样的成长对于2位选手来讲都是正面的。光是从2位选手在赛前的这个对练就可以知道这个程度对非常非常的高啊。好，在11级的部分呢，跟观众朋友解说就是在心智障碍组的部分。好，那这场比赛将是由敬轩率先的发球，擦网。罚长的，投到了。对，这球不管说是隐蔽性还是突然性，都发得非常的不错。挑起来，过渡1板。哇，这球虽然没有很凶，但是点打得很巧妙。对，用落点取代自己的力道。双方正拍都是以撞击来体现自己的优势。可惜这个正拍没有掌握好，其实机会出来了。那现在比数是4-1啊，敬轩暂时领先了义雅。下旋，拿手贴1板。对，敬轩现在发球的时候发左侧底线，就准备去做右侧的调动；发中路的话，就准备侧身做攻击。哇，这球摩擦拉得非常的转。没错，光看那个角度姿势就知道那个球有多转了，一碰就喷了。因为旋转够强所以弹到桌面上才会显得不规则弹跳，或者是粘着在桌面上。又再拉1板，但这时候义雅也确实改变了发球的旋转。目前5-3，回到敬轩的发球。
这个扣杀没有掌握好，这已经算是有效设计出下一拍的攻击。没错哦，可惜这个衔接失败。这个擦网进让伊雅的回击出界，目前4比7。哇，在第一局，伊雅的正手扣杀的命中率还需要再调整一下，有几分都成功做球做到了，但是只是下一拍没有掌握好。调整好之后，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杀伤力。哇，这个带起来刚好被进轩逮个正着哦。5比9。哦，有了。这几分就有效的把自己正拍扣杀的命中率也有效的调整，即使没有打进或者是打进也好，都要敢于出手，因为这是伊雅的特色。哇，发完球之后反手的跟进，在第一局确实也让这个环节上取得了不少的分数。对哦，所以在第一局目前暂时由进轩10比7，拥有3个局点啊。刚刚发长球啊，直接正面对决。再来看第二个发球，哇，一个 lucky ball 救了1分，还剩2个局点。哇，这个陷入了选择边线直线拿下了分数啊，9比10。他这个正手的这种平击哦，对，这个速度很快，而且很重。嗯。哇！结果进轩刚刚3个局点没有拿下来，连丢4分的情况之下，反倒是伊雅在第一局后来居上哦，11比10。哇！把角度给调开来，伊雅在第一局经过了 deuce 啊，最终是12比10收下，目前暂时1比0领先的进轩。好，这一场冠军压轴战啊，伊雅跟进轩在第一局啊，双方你来我往。但是对于进轩来讲比较可惜啊，他率先逼出了局点10比7啊，那没想到在3个局点没有拿下来的情况之下呢，还被伊雅打出了一波5比0啊，最终12比10啊，反倒是收下的第一局。对，我们在第一局的转播中有提及到伊雅他在正拍的扣杀平击的时候，在中段之前失误的比较多。到后面的时候及时调整，把他的命中率提高以后，确实只要有效的出手，都往往能够顺利的拿下分数。所以在正手这种扣杀平击的方式，是他需要高效、持续去做一个输出的一个动作。金轩在第二局先拿2分啊，回到自己的发球。
级前3名的奖项，请陈校长为选手颁奖。好，这一球弹在了网带上出界，伊雅也拿下第2局的第1分，目前1比3。哦，直接拉，好球啊，金萱。这球金萱在进攻的时候，有效的再把落点拉得更开，尽量避免让伊雅能够站定位去做发力。哇，一个 lucky ball， 对，一个插网进啊，所以金萱啊持续领先啊。不过刚刚场边我们带到了伊雅的父亲啊，那种非常有爱，一直不断的鼓励自己的宝贝啊。我想对于这个心智障碍的选手，必须要更多的耐心，好好的这个教导。哇，从第1局就看得出来，金萱在反拍去把球做延伸，去做压制，这个技术运用啊，真的非常漂亮。金萱目前在第2局有不错的优势，6比1。他不转的，这策略是很成功，想要发左侧攻击右侧。金萱可惜啊，这一个正手没进啊，目前来到3比6。哇，打到了网带边，就差那么一点点。那现在双方分差又接近了，6比4。哇，金萱这2个发球分非常非常的重要。这球在发球方面的话，金萱又把弧线压得非常低哦。伊雅如果说要去做扣杀的话，可能重心还要再蹲低一点。5比7，回到伊雅发球。啊，这个接发球可惜弹在网带上出界，双方回到1分差了。对，哇，在第2局啊，伊雅一度落后5分，现在剩下1分。哇，教练那时候应该在被追分的同时，要喊出暂停一下，没有说运用这个暂停权，不知道是否会不会影响到后面的结果。7比7了。好球，掌握了帽高球。请陈校长颁奖。8比7，1分差的比赛。打平球反有相识。伊雅打到了板边，1分差的比赛，8比9。哇，确实透过父亲不断的在场边的鼓励哦，整个状况调整，我们都可以在场上看到他一个快速的一个恢复力。恭喜得奖的选手。 9比9。金萱的发球，一样发平球，反手去粘一板，哇，又打在了伊雅最拿手的这个正手的平击啊！哇，只能说他其实执行策略没有错误哦，只是下一拍被伊雅给预判住了。哇，又是局点啊！好，帽高，掌握。所以双方在第2局又杀进到了deuce。哇，这球金萱有点着急哦，在前面的时候有透过几分，就是用拉加转的方式，也蛮奏效的。但后面的时候比较可惜，想要直接强攻。金萱的发球，下旋平的。
啊！呀，这个反手也出界，双方11比11啊！啊，掉开来。场边我们听到这个伊雅的父亲呢，不断的在提醒，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提醒自己的宝贝。哇，这个机会球金轩没有把握住，反而自己打丢，12比12。伊雅在这时候又取得了局点的机会，但是发球权在金轩的手上。换发球。哇！结果金轩的正手奏效出界啊，最终还是由伊雅在第2局14比12收下，在这场比赛2比0，已经来到听牌的局面了。画面上我们看到2位选手在这一场金牌战前2局啊，都非常的焦灼啊。那对金轩来讲都有拿下局数的机会啊，但是始终欠缺的一口气啊，最终都被伊雅翻盘成功啊，2局都杀进到deuce，12比10以及14比12。接着来到第3局。好，冒高球掌握。对，其实今天敬轩在发球策略上也很明确哦，但确实如同主播您提到的，在关键的时候就是只差那临门一脚。对，就那一球，对，拿不下来。哇，这个走直线。哦。这是一把 K-ball。好球，这个反手率先发力，金轩。对，如果说发球的策略开始被对方抓到的话，那可能要赶快就变换旋转，要么变换落点。对，变换落点了，拉下转。对了。伊雅再把北森给追平，双方3比3。哇，这个接发球，对，这个接发球有点着急了。哦，就球还没有弹跳起来，而且还没有判断好旋转就出拍了，比较可惜。又在一个4比4。这个接发球，伊雅受到压迫。
敬轩在这一阵子连续拿了3分了。哇，连续的进攻。这2个平击球啊，打的是又快又准哦。这就是我们刚刚在局间过程中，主播您提到的，其实易雅他正拍的扣杀方式跟日本的伊藤美诚有点雷同。我看到易雅这个正拍的平击术，让我第一时间想到伊藤。都是小动作型，非常集中的这种扣杀发力。没错。改变发球站位，改变发球旋转。果然奏效了。这易雅一接起来呢，冒高敬轩呢，直接衔接进攻。哇，快一步的正手，可惜这球没过。敬轩。场边喊出暂停。易雅这一边喊出了暂停，来看看父亲跟易雅怎么交代。那现在局数上当然是2比0绝对领先的，不过在小分的部分呢是落后3分。在场边呢，听到这个易雅跟父亲之间的互动，真的是很温馨。那以这个习级的这些球员来讲，当然他们因为心智障碍的关系，所以我们刚刚就提到，在教导上面要更明确、更简单、更有耐心，要让他们很快的在第一时间能够接获到教练的指示。好，暂停回来，敬轩的发球。易雅的发球，要发反手位。哇，好球！这个位置打得非常的刁钻啊。其实易雅在拍的出手已经算很精彩了，是，但最后一个敬轩也不遑多让。好，3个G点。结果易雅这一球直接出了界外，在第3局，敬轩还是保住了11比7，但是在局数上呢，还是易雅暂时2比1领先的敬轩。好，这场压轴的金牌战，双方3局打完，暂时由易雅2比1领先了。我们画面上看到每一局的分数都非常非常的接近。对，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双方的教练也好或家长也好，都是不断的提醒选手不要急，慢慢打，甚至不要有任何压力。0比2。
好爆高球被进轩给掌握，2-2。哇，这一球接得非常的精彩啊！哇，两大脚进攻，最后一拍一样想要找一个最远侧的距离。撇除今天双方的得分效率来看，其实该使用的策略来讲，双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像进轩就是擅长打左右的调动。发完之后，正手开始慢慢的找到火特勒的感觉。对，哇，小帽高啊，进轩的掌握度都非常好。对，哦，这就弹过去了，哇，幸运分。哇，哦，正手完全打开来了。进轩会善用自己发球啊，或者是在多拍相持过程中自己反拍的一个落点控制，创造出最后一拍正手发力的机会。关键就是最后那一拍，绝对要掌握好。7-3。易雅现在接发球的时候，除了有效的成功回击之外，可能自己在回接发球的落点上也要做一下调整哦。双方节奏调整一下。哇 ，Lucky ball 是插到了台边呢、好，又是一个弹网出界球。好，那进轩在第4局，现在拥有6个局点了，非常有机会能够杀进到决胜第5局。哦，好球！今天的正手，对，已经调动出对方的一个空档了，但最后一拍没有掌握住，非常可惜。Lucky ball 哦，但是这个弹网球啊，易雅还是非常专注，有化解到。哇，这球最后是反手的挂网，在第4局进轩再度以11-7收下，在这一场11级的金牌战，双方4局打完2-2平手。
好，这一场女单11级的金牌战，双方要来到决胜第5局了。啊，由静萱率先来发球。对，在今天双方的表现，尤其是自己发球轮次的掌握，各有各的特点呈现。哇，这个冒高球，静萱反而是打在了网袋上，1比1。哇，好的接发球啊，反手，哦，直接甩斜线。打重复路线，3比1。反手发左侧底线，伊雅还是不断的非常大胆的用他的正拍扣杀去强行得分。好，在决胜局我们看到静萱的不断盯住伊雅的反手位啊，确实在第5局的一开始也收到了效果。哇，节奏太快了。目前比分5比2，双方换边之后，伊雅持续来发球，对不起，静萱来发球。反手底线，确实今天在落点控制上，静萱有时候也会适当的打出一些非常具有吊转性的落点。对哦，两大脚吊开来啊。对，伊雅现在还是不断的要寻求办法，让正手的扣杀能力能够使用的更多。哎，这球弹网出界，所以分数还是由静萱获得。现在来到了7比3。哇，先输2局的静萱啊，看看有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一分一分的追，对，这个正手的平击还是由伊雅收下的分数。好，不过今天静萱针对伊雅的反手位确实找到了得分的方法。对，会善用反拍把伊雅给锁定住哦。不要让他有过多正拍使用的机会。对，果然又是一个近身的压迫，那又是锁住了伊雅的反手位之后呢，来到了10比4，也出现了6个金牌点了。好，现在是10比5，啊，进去还有一个发球。哇，这个评级真的是看得很过瘾啊！打在了边边角角啊，一边发力一边观察对方的站位，每一下打得非常的刁钻。哦，发球直接得分。
那现在追到了7-10啊，化解了竞选3个冠军点。哦，喊暂停。哇，正常来说的话，刚刚裁判有一些质疑，是因为说对方的球已经跑起来了啊。在6个冠军点的情况之下，被易雅化解了3个哦，所以金轩这时候也喊出了暂停。当然，这最后1分什么时候拿下来很关键啊。对。包括在前2局，其实易雅都是从落后的情形慢慢的把失分给追回来，所以是先拔的头筹，先拿了2局。那金轩呢，再把局数追平之后呢，现在又来到关键的这个不只是局点，而且是冠军点啊！看看竞选能不能一鼓作气啊，或者是易雅有机会再上演逆转秀。没错。但今天双方的特点就是易雅是在于他正手的扣杀，确实会让人非常惊艳。竞选他的左右调动以及他反手能力也算是非常的突出。对所以各有各的这个优点也都发挥出来，所以才让这场比赛打到了关键的第5局。好，暂停回来，竞选还有一个发球，10-7。哇，这个长球投到了，直接进身压迫到了李易雅，最终也回击出界，在关键的第5局最终也恭喜李敬轩呢，以11-7收下。在这场比赛呢，在先丢2局的情况之下，倒赶3局，但最终是以3-2击败了李易雅，也获得了在女单11级的金牌。当然，在上一届是易雅获得金牌，那这一届是由敬轩获得金牌但是在赛前我们也提到，2位选手在去年的亚帕运呢，就是双打的搭档，而且也还帮台湾拿下了一面女双的铜牌所以这2位选手，我想都非常年轻，尤其是易雅还未满20岁的情况之下，未来都是台湾在帕拉桌球上面非常重要的选手。当然，也希望他们呢透过全障运的这个比赛的经验或者是接下来国际赛的经验呢，能够更加的成长，也帮台湾在未来在国际的舞台呢，能够争取更多的佳绩。也恭喜2位选手在今年的全障运呢，都获得非常好的成绩。那当然是敬轩是获得了金牌，那易雅呢最终是获得了银牌。当然呢，我们2天呢持续在南投县的南投国中进行了桌球的转播的赛事今天相信大家看得非常过瘾非常多的决赛，包括最后一场这个女单的决赛。那今天的转播我想综艺有什么想法？看了2天这个所谓的这个身障或是心智障碍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确实跟你们过去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他们的成绩非常好。我只能说，透过这2天的转播，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或用更多的精神，可以再去注意这些优秀的选手。是对，那希望在接下来在这个8月份8月份的这个巴黎帕运所有代表台湾来出征的这些这个帕拉桌球的运动员呢，能够有佳绩带回台湾。好的，那2天的转播工作呢，也到此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李秉信，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王李忠义，还有全体辛苦的台亚直播团队，祝你顺心，我们下次再会了，拜拜。
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